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一群人在聊天，气氛本来还算正常，然后某个人突然把话锋一转，当着所有人的面拿你开刀。可能是嘲笑你以前的失败，可能是故意戳你在意的地方，可能是把你讲过的糗事翻出来逗全场笑，也可能只是很轻很轻的一句。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这也能搞砸？难怪你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场的人一笑，你表面上可能也勉强笑了一下，但那一秒你心里很清楚，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踩你。更恶心的是，这种事常常不是发生在你跟仇人之间，而是发生在朋友聚会、同事聊天、家人饭桌、熟人场合。也就是说，真正让你痛的不只是那句话，而是他挑了一个最适合让你下不了台的地方动手。这期看完，你会看见几件事。为什么有些人特别爱在公开场合踩你？不是因为你真的这么值得针对，而是因为公开让人难堪本来就是一种低成本见效快的权力表演。为什么同样一句难听的话，私下听很烦，当众听却特别痛？因为他伤的不是情绪而已，他直接打的是你的社会位置。为什么有些人越自卑越不稳，越需要存在感，越喜欢拿别人来垫高自己？还有最黑的一层，你会发现很多人当众想踩的从来不是你这个人本身，他们真正想踩的是自己心里那个意志不够高不够稳，随时会掉下去的自己。如果你曾经在一个场合里被一句话卡住很久，表面装没事，回家却一直重播，那今天这期就是在拆你经历过的那一秒。欢迎回来，我是瑞。今天我们拆一个很多人都遇过，但很少真的看清楚本质的东西。为什么有人总喜欢当众让你难堪？第一层，他不是在讲话，他是在抢位置。很多人会误会，以为当众让你难堪只是那个人嘴贱、没分寸、个性差。这些当然有可能，但如果你只停在这里，你会看不懂真正的黑。因为在公开场合里，说话从来不只是说话，它同时也是一种位置争夺。社会心理学早就发现，人类在群体里会非常敏感地扫描地位变化，谁比较有掌控感，谁说话更有人接，谁能让别人笑，谁能定义气氛，谁就暂时站在高一点的位置。所以有些人不是单纯想羞辱你，他是在用你完成一次快速的地位抬升。你仔细看就知道，这种人最爱挑的不是那种没人认识、没人理会的对象，他最爱挑的是场上有存在感的人，他偷偷在意的人，让他有压力的人，或者他觉得只要踩一下就能帮自己赢到一点掌声的人。这不是沟通，这是权力动作。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Irving Goffman） 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面子工作 （face work）。他说，人际互动里，很多人其实都在维持自己的社会脸面，而公开场合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你的脸面不是你自己感觉良好就算数，而是别人也在看。所以，为什么当众一句话比私下10句还伤？因为私下那只是你和他之间的问题，但当众它会变成一种公开的重新排序。谁比较尴尬，谁比较弱，谁比较像那个可以被开刀的人，全场都会在几秒钟内感受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事后最痛的不是那句话本身，而是那种所有人都看到了我被放到下面去的感觉。第二层，为什么你会痛这么久？因为大脑把公开羞辱当成生存威胁。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你会知道那种反应很奇怪。明明事情已经过了，人也散了，你回家了，但脑子停不下来，那句话一直重播，那个笑声一直重播，你当时没接上的那一句也一直重播。为什么？因为你的大脑根本不把这种事当成小尴尬，它常常会把它当成一种社会威胁。阿克尔的 Naomi Eisenberger 和 Matthew Lieberman 团队早年做过一系列关于社会疼痛的研究。他们不是只问人你觉得丢脸痛不痛，而是把人放进大脑扫描里，让他们经历一种很简单但很残忍的事，被排除。比如一开始，受试者以为自己在跟别人一起玩一个传球游戏，球会传给你，也会传给别人。但过一阵子，另外2个人开始只传给彼此，完全不传给你。表面上看，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没有人骂你，没有人打你，甚至连一句难听的话都没有，你只是被晾在外面。但扫描结果发现，当人类经历这种排斥、羞辱、被孤立的社会性打击时，大脑里会活化和身体痛感高度相关的区域，像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也就是前扣带皮层，还有 insula 岛叶。简单说就是，你以为你只是很丢脸，但你的神经系统收到的讯号更像是你被群体踢出去了。对现代人来说，这可能只是社交创伤，
但对更早期的人类来说，被群体贬低、被群体边缘化，意味着资源减少、保护减少、交配机会下降，甚至生存机会下降。所以你的身体反应才会那么夸张，心跳快、脸热、脑袋空白，回家以后还不停重播。不是你玻璃心，是因为你碰到的本来就是人类很深层的恐惧之一，在群体里掉位。也因为这样，有些人特别聪明，也特别阴，他知道怎么用最低成本让你最不舒服，不用动手，不用大吼，不用真的毁掉你。他只要在别人面前让你看起来低一点，他就赢了一轮。第三层，为什么他总要踩你？因为很多人活着不是为了变强，是为了不要显得比别人低。很多人喜欢当众让别人难堪，不是因为他真的比你强，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不够稳。阿德勒心理学里有一个老概念叫自卑补偿，意思是一个人如果内在长期有不够、高度不稳、价值感脆弱的问题，他很容易发展出一种外在动作，拼命证明自己比别人高。问题是，真正有实力的人通常不需要靠踩别人来证明自己，反而是那些内在不稳的人最容易在群体里做这种事。因为公开踩人有3个好处，第一个好处，见效快，你不用慢慢建立实力，你只要让别人笑一下，那1秒你就像赢了。第二个好处，成本低，你不用真的拿出成绩，你只要拿别人的尴尬、失误、弱点来做素材。第3个好处，它很像合法暴力，因为很多时候他会把恶意包成我只是开玩笑，你也太认真了吧，这样就受不了。这就是最脏的地方，他明明在攻击你，却还能把你逼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你如果反应太大，好像是你小气；你如果吞下去，他就赚到。所以，当众让你难堪的人，很多时候不是在处理你，他是在处理他自己那种怕自己不够强、怕自己不够有位置、怕别人没在看他的焦虑。你只是刚好被他选中，拿来垫脚。第4层，越熟的人越爱这样做，因为熟悉关系最适合藏恶意。很多人会以为这种事比较像陌生人、小人、职场坏人会做的事。不，最常这样做的反而是你生活里那些很熟的人，朋友、同学、亲戚、同事、另一半，甚至家人。为什么？因为越熟，越知道你痛点在哪，越知道讲哪一句你表面会忍住，心里却会被刺到，越知道你不太会翻脸的边界在哪里，越知道怎样把恶意包装成一句我跟你很熟才这样讲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会很困惑，他明明跟你关系不差，甚至平常还对你不错，为什么一到人多的时候就喜欢突然拿你开刀？因为那种场合刚好让熟悉变成最好的遮羞布，他可以假装只是闹你，可以假装只是活络气氛，可以假装只是大家都很熟，但底层真正发生的事是他在借你的尴尬换自己的存在感，而越熟的关系越容易让你难反击，因为你脑子里会多一个东西，我这样会不会太难看？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太小题大做？他是不是其实没那个意思啊？结果就是你越想维持关系，越容易吞下去。而一个人只要吞过几次，对方就会学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对你。第5层，他真正想踩的不是你，是他心里那个随时可能掉下去的自己。最后这一层才是最残忍的，很多人当众让你难堪，表面上像是在针对你，但如果你真的看深一点，你会发现他真正想踩的往往不是你，他真正想踩的是他心里那个很怕自己不够好、不够高、不够被看见的自己。因为一个真正稳的人不会靠贬低别人来呼吸，只有内在随时在晃的人才会这么需要看见别人低一点。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拼命想在公开场合把你压低，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太差，而是因为你让他感觉到他随时可能不够高，也许你比他被喜欢，也许你比他自然，也许你根本什么都没做，只是存在在那里就已经让他很不舒服。所以他要动手，不是为了交流，不是为了幽默，不是为了真心提醒你什么，而是为了在那几秒钟里把自己从那个可能会掉下去的人重新搬回比较高的位置，你只是他维持平衡时顺手踩下去的一块板子。今天我们拆的不是某些人为什么嘴坏，而是为什么有些人总喜欢当众让你难堪。因为公开羞辱从来不只是语言问题，它是一种地位动作，一种低成本的权力表演，一种把别人压低来暂时抬高自己的旧人类技术。真正让你痛的也不只是那一句话有多难听，而是你的神经系统很清楚地知道，那不是一句玩笑，那是一场公开的重新排序，
所以，如果你曾经在那种场合里表面笑着，心里却像被踩了一脚，先记住一件事：很多时候，他真正想踩的根本不是你，他真正想踩的是自己心里那个随时会掉下去的自己。你只是刚好被他当成了垫脚石。而这个真相最黑的地方，不是你终于知道他很烂，而是你会开始看懂，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当众让别人难堪，不是因为他们强，恰恰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够稳。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把人性、体制和那些不太体面的真相一层一层拆给你看的内容，记得点赞加订阅。如果还有哪个你想继续拆的人性或心理黑暗面，欢迎留言，我们下一次继续往下挖。我是瑞，我们下次见。Look closer.